观音天下事，有论财富人生。大家好，我是百年。美国对华战略正在面临半个世纪以来的第3次巨变。短短1个月的时间呢，美国3番5次邀请中国高层访美商谈。我们注意到从国务委员到副总理，再到最高领导人，官方的用词呢都是应邀访美，证明了美国是主动发出邀请的一方。同时呢，美国对华的表态也是全面缓和。从过去的所谓全面脱钩，到今年6月。布林肯访华时提出去风险化，再到11月6号，美财长耶伦表示呢，经济不是零和博弈，美国有办法同中国竞争合作两不误，而既竞争又要合作，也是最接近中国官方态度的一种表达。所以此刻呢，中美对于两国关系终于达成一定共识，为此后的一系列合作奠定了基础。我们不禁要问呢，为什么美国对华态度突然出现大转弯？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因为呢巴以冲突爆发，让美国在俄乌巴以2条战线上顾此失彼，5个盖子10口锅，美国盖不住了，所以必须要安抚一下中国，以免陷入3线作战的境地，这是一种缓兵之计。确实呢，最近台湾方面安静了不少。10月20号，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甚至专门跑到小岛上敲打民进党当局，称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可是这种观点仔细推敲起来呢，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是有战略定力的国家，我们不怕事儿，也不主动惹事儿。只要美国不踩踏红线，并不会有所谓的第3战线。历史上我们出手也都是被动反击，而不是主动挑衅。所以想要稳住中国只要美国自己不主动找麻烦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邀请一个个中国高层访美呢？这背后其实另有玄机。美国一次次盛情的邀请背后，代表着美国对华战略正在出现50年来的第3次大转向。第一次转向呢是80、90年代，美国对华从全面封锁到接纳中国进入美国掌控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其实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区别。80年代呢，美国对华合作更多的是为了联华抑苏，最大的案例呢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但是80年代末，随着东欧剧变，苏联濒临解体，美国的最大敌人没有了，中国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两国关系是一度恶化，对越反击战也是这个时候停止的。但是呢，到了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有了重新接纳中国的想法，这是因为呢，他们发现将中国拉入西方经济体系，在政治上有机会对中国进行全面渗透和资本主义改造。美国对俄罗斯和东欧都是这么改造的，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又为什么不可以呢？而在经济上呢，人力资源充沛的中国可以担当廉价工厂，让美国资本赚得盆满钵满。于是美国政府和资本一拍即合，中国自此就加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也开启了经济腾飞的时代。但是呢，一段时间过后，美国发现剧本并没有按照设想的走。政治上呢，美国政府期待的资本主义改造始终没有出现。在经济上呢，中国再不满足于担当廉价工厂，还要向高端产业转移，甚至冲击到美国人的饭碗。于是美国对华战略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出现了第2次重大转变，那就是从接纳到全面打压。注意这里我们要弄清楚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人的心态。虽然呢，从2018年起，美国对华开始全面打压，但是呢，那个时候美国人的心里并没有把中国当成旗鼓相当的对手。当时的美国精英集团是这么认为的，中国能够崛起是因为加入西方经济体系之后，美国给的好处太多，中国经济是在美国投资下扶植起来的，而中国的科技进步全靠抄袭美国成果。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结束了对中国的让利，中国崛起的势头自然就会停止。这种心态呢，其实很容易理解。百年，我打个比方，小美一直是班里的成绩第一。某一天呢，成绩排名倒数的同学小华突然考了班级的第2名。在小美和其他同学的眼里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不是小华突然开窍，终于开始认真学习了，而是小华通过某种办法作弊了。所以对于小美而言呢，保住班级第1位置的办法不是自己抓紧读书提高成绩，而是要去揭发小华的作弊行径，举报给老师。最后小华自己为了这个第2名的成绩付出了多少汗水，只有他自己知道。回过头来对于2018年轻的美国人而言呢，如何停止对中国的让利，如何阻止中国抄袭，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
理解了这一心态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过去几年美国打压中国的操作这么粗糙，一点都不精细，完全不像拥有庞大智囊团的美国政府的手笔。比如说在经济方面，在还没有安排第二个国家承接世界工厂的角色的情况之下呢，美国政府直接就对中国大多数商品加关税，力推脱钩，反而加剧了自身的通货膨胀。在科技方面呢，连老百姓都知道摧毁一国产业的方法是倾销而不是封锁，但是呢，美国政府就是对中国科技产业一刀切，反而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白白送给了中国同行。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呢，在已经把中国定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之下，美国还去招惹俄罗斯，难道美国人不知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吗？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不在乎。美国人曾自信地认为啊，他们能同时打赢2场战争，就像二战时候同时打赢德国、日本，90年代又同时打赢了苏联和日本一样。相反啊，在最历来擅长的舆论战方面，美国精英集团反而没有丝毫的动作。在非大选期间，美国精英集团炮制出的新疆棉花、流浪气球等谎言，既没办法捞取国内选举资本，又把中国民意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种种操作啊，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而本质上呢，这体现出美国人的傲慢和自负。而在2021年阿拉斯加会谈上，布林肯所说的从实力地位出发，则是这种傲慢和自负的终极体现。但是啊，现实证明，美国人的全面打压和脱钩战略失败了。经济上呢，今天虽然美国不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出口产业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却丝毫没有下滑。2017年，中国出口占 GDP 的 18.4%， 2022年则是 19.6%。更多的中国对美出口实际体现在了对东南亚、对墨西哥的中转贸易上，而中国牢牢把控着最赚钱的中上游部分。科技方面呢，2023年华为 Mate 60横空出世，中国汽车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宣告了美国科技制裁的全面溃败。军事上更不用说，美国深陷俄乌和巴以两线作战的泥潭。年初呢，美国挪用以色列的军备去支援乌克兰，现在呢又克扣乌克兰的军火去支援以色列，顾此失彼。而中国呢，仅仅只是和俄罗斯、伊朗保持友好的经贸合作，就维护了这2个国家的稳定。到此为止啊，美国不得不开始认清以下这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崛起靠的不是美国的让利，而是靠着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就像小华考了1次第2名，你觉得他是作弊，但是如果次次都考第2名，你又看不到他作弊，最后就只能承认小华确实是刻苦读书了。这个时候呢，美国才真正开始尊重中国这个竞争对手，由此便引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第3次转向。这第3次转向啊，不是说美国从此会放弃对中国的竞争，而是说在尊重中国实力的基础之上，修改过去一些错误且粗暴的政策，从此呢更加注重精细化的操作。最近呀，已经有了很多的案例，比如说在半导体制裁方面，美国一改过去一刀切的做法，对中低端芯片的态度从封锁转向倾销。10月份呢，三星和海力士获得了美国商务部的永久豁免，允许其向在华工厂提供半导体设备。台积电呢，则表示正在申请永久豁免。设备解禁之后呢，三星和海力士预计会在存储芯片方面大打价格战，挤压长江存储、合肥长鑫等国产厂商的生存空间。但是啊，在高端科技方面，美国依然是严防死守。11月17号，美国对华高端 AI 芯片和显卡禁令将正式生效。其意图呢，就是锁死中国算力，拖慢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速度。而在军事方面呢，大家最关注的台海领域，美国也开始默默撤出，避免呢和中国直接冲突。根据北京大学海洋学院的统计，2020年美国军舰穿行台湾海峡的次数达到历史最高，为13次，2021年是12次，而2022年则下降到了8次。而今年呢，眼看就要过完了，美舰的穿行次数进一步下降到了6次。但是啊，在降低台海调门的时候，美国呢却通过代理人拱火南海问题。比如说最近半年，美国指使菲律宾再度挑起了仁爱礁争端，因为美国知道我们不可能对菲律宾有什么大动作，菲律宾又是一个主权国家，一旦出了问题，美国也可以及时撇清关系。这么做啊，就是为了恶心你，试图呢恶化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所以呢，按照这种操作思路，百年大胆的预言啊，2018年美国曾对我们施加的大范围关税，未来有可能局部撤销。
经过美国政府的判定，那些中国产业优势突出、难以向外转移的，美国政府或许会部分取消关税，以换取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但是呢，那些优势不明显、容易转移的产业，美国政府呢则会继续施加关税，试图削弱我们的经济发展动力。其实呢，回顾历史，上世纪即便是在冷战的最巅峰的时期，美苏之间也有大量的交易和妥协，比如说外层空间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等等。签署这些条约自然不是因为美国愿意限制军备，而是出于对苏联实力的尊重，双方所达成的妥协。今天的中国不是苏联，我们能和美国达成的合作势必会比苏联更多。只要美国愿意摆出平等而不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态度，我们愿意和美国沟通。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国家高层如此频繁地应邀前往美国。70年前，毛主席其实就早有精辟的总结：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今天随着美帝也开始变得讲理，旧的时代呢宣告结束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正经，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百年，我们下期见。